一道數學題，海峽對岸能夠打到台灣的短程彈道飛彈超過900枚，陸基巡弋飛彈大約400枚。這是美軍在2025年評估的公開數字。假設有一天1000枚飛彈分成好幾個波次打過來，台灣攔得下幾枚？300枚、500枚，還是90%以上？大多數人的直覺不外乎2種，一種說攔不了幾枚，防空飛彈是心理安慰，錢丟進海裡；另一種說，愛國者在中東實戰攔截率96%，天弓3型也是世界一流，大部分攔得掉，怕什麼？今天我們把這本賬攤開來，一項一項算給你看，你會發現2種直覺都錯了，而且真正的答案跟攔得下幾枚這個問題本身根本是兩回事。先把話說在前面，接下來的攻防情境是兵棋推演，不是語言，也沒有人希望它發生，但推演用的每一個數字都來自公開資料，美國國防部的中國軍力報告，台灣國防部的預算書，攔截彈在中東戰場的實戰統計，數字是真的，算法只有中學程度，結論卻很少有人把它講完整。而且這道題此刻正是進行式。2026年，台灣編出史上最大的軍購特別預算，官方端出名為台灣之盾的整合防空構想，立法院裡吵的，新聞台上辯的，本質上全是同一道題。這麼多錢砸進攔截彈，到底買到了什麼？要回答就得把數學算完。第一個數字是時間，台灣海峽最窄的地方大約130公里，短程彈道飛彈從對岸發射，依照美方的評估，10分鐘之內就能落在台灣本島。這不是抽象的威脅。2022年8月圍台軍演，對岸就實際發射了彈道飛彈，落在台灣周邊海域，其中一部分直接飛越台灣上空。10分鐘就是整場攔截數學的分母：雷達開機、目標識別、威脅排序、火力分配、飛彈發射、評估攔截結果、決定要不要補射，全部都要塞進這10分鐘裡。而彈道飛彈重返大氣層的末段速度超過5倍音速，留給每一次攔截的窗口是用秒來計算的。不過台灣也不是蒙着眼睛挨打，新竹樂山山頂的鋪路爪長程預警雷達，探測距離達數千公里，對岸飛彈一離開發射架，上升段的熱焰就會被捕捉，預警情資直接灌進防空指揮體系，理論上能替防守方多擠出幾分鐘的反應時間。幾分鐘聽起來杯水車薪，但對一套高度自動化的防空網來說，已經足夠完成一輪威脅排序和火力分配。真正的問題在後面，接下來的每一個環節都是硬碰硬的數学。再來看防守方手上有什麼。台灣的飛彈防禦，公開資訊裡是一個層層疊疊的結構，而負責攔截彈道飛彈的最上層是2張王牌，美制愛國者3型和自制天弓3型。愛國者的家底是這樣的：1991年波斯灣戰爭，飛毛腿飛彈滿天飛，愛國者一戰成名，也把全世界嚇醒。彈道飛彈防禦從理論變成剛需。台灣在1990年代買進愛國者2型，優先部署在大台北周邊，護住政經中樞，後來升級成具備反彈道飛彈能力的構型，接着採購新一代的愛國者3型，也就是 PAC-3， 布防從北部一路延伸到中南部的都會與重要基地。PAC-3 走的是直接碰撞路線，不靠破片殺傷，而是用彈體直接撞上來襲彈頭，用動能把它砸碎。基本型的攔截高度大約24公里，而從2025年起陸續運抵台灣的增程型，也就是 PAC-3MSE， 攔截高度一口氣拉高到45到60公里。空軍還在2026年編列的軍購特別預算裡投入1284億台幣，要再採購超過500枚 MSE， 同時規劃籌建第4個愛國者飛彈營，把防空網再撐大一圈。攔截率呢？ PAC-3 在中東的實戰記錄遠長於美方公布的攔截成功率，高達96%。這個數字經常被拿來當定心丸，先把它記住，等一下我們回頭檢驗。96%這個漂亮數字在飽和攻擊的數學裡到底代表什麼？另一張王牌是天弓，這條路台灣走了40年。1980年代，中科院啟動天弓計劃，弓1、弓2先後服役，撐起自制防空的骨架。到了天弓3型，任務直接升級成反彈道飛彈，垂直發射，單套系統就能360度接戰，
火力涵蓋，沒有死角。和愛國者相比，兩者路線不同卻剛好互補。愛國者採前傾仰角發射，對正面來襲的目標接戰效率極高，天弓垂直升空，四面八方都能應對。一個像守門員死盯12碼罰球，一個像自由球員補位全場，擺在一起，防線才算完整。它的產能是公開的。2018年中科院擴建飛彈產線之後，年產能從48枚倍增到96枚，全速生產5年，最多480枚。480枚是什麼概念？對面光是短程彈道飛彈就超過900枚，你的5年極限產量還不到人家現有庫存的60%，這就是軍備競賽的斜率差。天弓3型的量產原本掛在海空戰力提升特別預算底下，接下來將轉入年度預算常態量產，持續往庫存裡補。再往上還有強攻專案，被稱為天弓4型的強攻1型，攔截高度拉到70公里，比愛國者3型還高。規劃中的弓3增程2型，目標射高直上100公里。愛3、弓3、強攻，這3張牌就是官方口中台灣之盾防空網的鐵三角，底下再搭配海軍艦載防空飛彈和陸軍野戰防空。理論上，從100公里的高空到低空掠海，每一層都有人站崗。為什麼要疊這麼多層？因為攔截高度就是射擊機會。一枚彈道飛彈從進入攔截範圍到落地只有短短幾十秒，100公里高度攔一次，70公里再攔一次，45到60公里又一次，24公里還有最後一次補刀。每多疊一層就多爭取一次出手的機會，漏網的幾率就再往下壓一截。這是防禦方在整場數學裡唯一佔得到的便宜。但請注意，剛才說的都是彈道飛彈，走高拋物線，來得快，去得直。對岸還有大約400枚巡弋飛彈，走的是另一條路，貼着地形低空鑽，順着山谷轉彎，雷達受地球曲率限制，看不遠，抓不牢。攔截責任落在中低層防空和戰機身上。2種威脅，2套數學，同一時間開考，聽起來很厚實，對吧？層層攔截，高低搭配，攔截率96%，那1000枚打過來，應該能攔下900多枚。現在數學上場，攔截作戰有一條鐵律，叫多對1。因為沒有任何一枚攔截彈敢保證命中，所以標準接戰準則是對每一枚來襲飛彈發射2枚攔截彈，行話叫射擊。射擊觀察，第一枚沒中，第二枚馬上補位。假設單枚命中率是80%，2枚連射，理論攔截率就拉到96%。你發現了嗎？96這個漂亮數字的背後，正是2打1換來的。它不是省彈藥的成績，是加倍燒彈藥的成績。那我們來算消耗，1000枚來襲，每枚配2枚攔截彈，你需要2000枚庫存。台灣攔截彈的真實庫存是機密，但產能和採購案是公開的。天弓3型1年最多生產96枚，就算產線1天都不停，10年也不到1000枚。愛國者靠對美軍購，一批數百枚，而且要排隊等交貨。因為俄烏戰爭之後，全世界都在搶愛國者，產能大缺貨。把所有公開的採購數量加總起來，台灣高層攔截彈的數量級，合理推估是1000枚上下，而不是2000枚以上。換句話說，光看彈藥庫存這一關，全部攔下來的前提就已經不成立了。我們把這筆賬算到最底，就算最寬鬆的假設，台灣真的握有1000枚高層攔截彈，2打1的準則下，最多接戰500個目標，場場都發揮96%的實戰水準，攔下480枚，聽起來輝煌。可是另外500個目標根本輪不到接戰，加上漏網的20枚，落地的是520枚，超過一半。記住，這還是把每一個條件都調到對防守方最有利的推演結果。現實裡，攔截彈不會剛好全部部署在來襲軸線上，發射車也不能瞬間移動，東邊的彈救不了西邊的火，實際能參與接戰的永遠只是賬面庫存的一部分。而這還是最樂觀的算法，因為真正的瓶頸不只是彈，是通道。每一套火控雷達同一時間能夠照射，導引的目標數量是有限的。饱和攻擊的精髓就是不跟你比總量，跟你比单位时间，把幾十枚飛彈壓縮在同一個波次，從同一個方向，10分鐘內全部到場。你的攔截彈躺在發射箱裡再多，雷達通道一旦塞滿，多出來的目標就是漏網之魚。這就像高速公路收費站，
閘道就那幾條，車流一口氣灌進來，後面只能大排長龍。差別在於彈道飛彈不排隊，一套火控雷達同時能導引的攔截彈是個位數到10來枚的量級，細節保密，但天花板一定存在。攻擊方只要在同一分鐘往同一個扇區灌進超過這個數字的目標，超出的部分你連開火的資格都沒有。而且雷達不能無限開機，開機就是暴露。反輻射飛彈專門聞着電波找上門，防守方必須在看得見和活得久之間反复切換，這又進一步壓縮了接戰通道。把推演再往細推一層，再強調一次，這是簡化的兵棋，不是預測。第一波，聰明的攻擊方不會先丟最貴的彈道飛彈，而是放出大批自殺無人機和巡弋飛彈，貼着海面慢慢飛，便宜、量大、速度慢，專門勾引你的雷達開機，誘使你把高價攔截彈打出去。防守方一沉不住氣，仗馬上就崩。第二波，真正的彈道飛彈登場，目標不是城市，是你的雷達站、防空陣地和指揮節點。軍語叫踹門，先把守門員做掉，後面的門就形同虛設。1991年美軍打伊拉克，開戰頭幾個小時全砸在防空網和指揮所上，就是同一個劇本。第三波才輪到機場跑道、機堡、油庫這些高價值目標，波次之間可能只隔幾十分鐘，你的發射車根本來不及重新裝填，因為換一輪彈箱不是按個鈕的事，是以分鐘甚至小時為單位的粗重工程，而對方的下一個波次已經在天上了。這裡還藏着一個關鍵細節，防守方其實不會對每一枚來襲飛彈都出手，現代防空系統在來襲彈飛行中段就會解算彈道，預測落點，預測落在空曠山區、外海、無人地帶的，直接放行，讓他去炸石頭。攔截彈只留給那些會命中要害的。聽起來違反直覺，卻是攔截數學裡最理性的一步。每放掉一枚打偏的，就多保住2枚攔截彈，留給真正致命的目標。而這個取捨已經悄悄把我們帶到整道題的核心。再來算錢，這一項最殘酷，把1284億預算除以超過500枚，一枚 PAC-3MS1 連同配套裝備，平均攤下來超過2億台幣。對岸短程彈道飛彈的造價是機密，但攻擊方永遠可以做一件更便宜的事，摻假目標，便宜的自殺無人機，退役的老舊飛彈，廉價的誘饵彈頭，混在真彈頭裡一起飛過來。雷達熒幕上，它們長得都一樣，你分不出來，就只能用2億的攔截彈去打幾十萬台幣的誘饵。更狠的是，誘饵逼你兩難，不打，萬一是真彈頭；打，賬本失血。無論選哪邊，攻擊方都賺。俄烏戰場和中東這幾年反覆上演同一出戲，防守方用高價彈打低價目標，贏了每一場攔截，卻輸掉整本賬。這叫成本交換比，飛彈防禦永遠站在虧錢的那一邊。美軍自己就吃過這種悶虧。紅海航道保衛戰，美國軍艦多次用單價數百萬美元的艦載防空飛彈去攔廉價的自殺無人機，攔截幾乎場場成功，五角大廈卻公開承認。這種交換長期打下去吃不消，連財大氣粗的美軍都喊痛，你就知道這條鐵律沒有人能豁免。所以第一個結論出來了，1000枚全數攔下，在數學上不存在，不是台灣不行，是全世界沒有任何國家做得到。美國保護自己本土都做不到，以色列的鐵穹系統面對的多半是土制火箭，攔截率高達90%，可是遇到大規模彈道飛彈齊射，一樣只能看着一部分落地，優先保護該保護的，其餘放掉。這是物理，不是士氣問題。那是不是乾脆認了？防空無用論，攔不完就別攔了。別急，反轉在這裡，因為從頭到尾攔得下幾枚就是一道出錯的題目。防空飛彈是點防禦，不是把整座島罩起來的魔法盾牌。愛國者一個陣地護的是一個扇區，天宮一個連隊守的是一個要點，指揮官手上的每一枚攔截彈都是有限的籌碼。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攔下幾枚，而是用有限的籌碼護住哪幾個點。這個優先順序，攻守雙方其實心知肚明。第一優先，指揮管制，大腦不能斷。台北近郊山體裡的橫山指揮所，整個挖進岩層深處，
就是為了讓國家指揮中樞在第一波打擊之後還能繼續下達命令。只要大腦活着，部隊就不會變成無頭蒼蠅。這也是為什麼各國的第一波打擊清單上，指揮所永遠排第一，而防守方的攔截彈分配表上，它同樣排第一。矛與盾在這一格達成了詭異的共識。第二優先，戰機與跑道。戰鬥機趴在停機坪上就是昂貴的靶子，升空才是戰力，所以機場跑道、強化機保排在對方飛彈清單的最前面，也是攔截彈要優先罩住的地方。第三優先，雷達站和防空陣地本身。眼睛被戳瞎，後面就是全盲打，再往後才輪到電網、港口、油庫、通訊機房，這些讓社會繼續運轉的基礎設施。特別說一下電網，台灣的電力系統高度集中，少數幾座超高壓變電所撐起全島輸電骨幹，這些節點一旦被點名，影響的不是軍隊，是2300萬人的日常生活。但防空指揮官依然得把它排在直管和機場後面，理由很殘酷，電網打壞了可以搶修，可以分區供電，可以咬牙限電硬撐。指揮中樞斷線，戰機出不去，仗在頭幾個小時就輸了。優先順序不是價值排序，是存活邏輯。聽起來冷酷，但這就是防空指揮官每天在兵棋桌上反复演練的減傷分類。資源永遠不夠，先救活最關鍵的。反過來看攻擊方的賬，你會發現他也在頭痛。1000枚聽起來排山倒海，可是把目標清單攤開，台灣主要軍用機場10多座，加上雷達站、飛彈陣地、指揮節點、港口、電廠，值得打的點位數以百計。而且癱瘓一條跑道不是一枚飛彈的事，跑道是長條形目標，彈駐點要沿着道面均勻覆蓋，才能保證任何一段都湊不出戰機起飛所需的長度。這一輪就要好幾枚，打完還不能走，因為工兵搶修幾個小時之後，跑道又能起降了，你得反復補射，把它一直壓在癱瘓狀態。一座機場往往不止一條跑道，還有滑行道能充當備用道面。這樣一路乘下來，光是壓制幾座主要機場，就能吃掉攻擊方數量可觀的飛彈。把1000枚除下去，每個目標分到的飛彈瞬間從海嘯變成屈指可數的幾發。攻擊方也在做取捨，也在算同一道數學題，只是方向相反。他怕的不是你全攔，他怕的是打完一輪，最重要的目標居然還活着。所以真實的攻防不是1000對2000的總量对決，而是一場資源分配的賽局。你猜我護哪裡，我猜你打哪裡。防守方不需要全攔，只需要讓對方算不準。第一波打完，關鍵節點還在運作，戰機還在升空，指揮鏈還在下令，飛彈突襲的戰略目的就落空了。而要做到這件事，靠的不只是攔截彈，還有另外2個字，耐打。說的精確一點，叫抗打擊設計。用工程手段把挨打的代價降到最低。花蓮佳山基地直接把整座山掏空，戰機藏進山體隧道裡，山有多厚，防護就有多厚，任何常規彈頭都啃不動。這是40年前就開始布局的工程。西部各機場的強化機保、跑道快速搶修部隊、預先儲備的道面修補材料，全是同一個邏輯。你打得爛，我修得快，比的是誰先耗盡耐心。把數字攤開更直觀，一個彈坑，工兵用預鑄板和快乾材料回填壓實，幾個小時就能恢復起降。攻擊方要再把它打掉，又得消耗好幾枚單價不菲的彈道飛彈。修復是用小時計的，補射是用飛彈庫存計的，時間站在防守方這邊。漢光演習年年上演戰機降落高速公路，那不是表演。中山高沿線設有戰備跑道路段，機場跑道被打掉，飛機就落在公路上，加油掛彈，再次起飛。這整套軍語叫戰力保存。戰力保存不是消極挨打，是把還手的本錢留到對方最需的時刻。你的飛彈打完了，我的戰機才升空，攻守易位就發生在這一刻。飛彈部隊自己也在跑。天弓3型是機動發射車，平時分散隱蔽，戰時機動佔領陣地，打完就跑，換個位置再打。火控雷達一開機就會暴露位置，所以連開機的時間和地點都經過精心設計。分散、機動、偽裝、備援，這4件事的成本比攔截彈便宜得多，效果卻是相乘的。
對方要打的目標變多了，變模糊了，打完還會復活，他的1000枚就必須重新分配，每個目標分到的更少，你的攔截彈壓力也跟着下降。防空從來不是攔截彈一個人的獨角戲，是整套系統在互相掩護。這套系統裡還有一招不花大錢的老戲法，騙假陣地、假雷達、充氣戰機、木頭發射車擺在真家伙旁邊，衛星照片上看起來一模一樣。對方一枚造價不菲的彈道飛彈砸下來，炸掉的是一堆帆布和空氣，這筆交換防守方賺翻了。從二戰到今天，欺敵始終是資源劣勢一方最划算的投資，因為他攻擊的不是飛彈本身，是對方的偵察和決策。讓那1000枚飛彈裡的一部分從離開發射架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浪費。指揮體系同樣講究備援，主指揮所之外還有預備指揮所、機動指揮車，大腦不止一顆，打掉一顆，備份立刻接手。戰機的保命路線也不止一條，開戰爭後一出現，主力機隊就會分散轉場，一部分鑽進東部山體洞庫，讓中央山脈當最後的裝甲，一部分疏散到備用機場，雞蛋拆開來放，對方的偵察衛星得重新找一遍目標，打擊清單被迫改寫。這又是一筆用機動換攔截彈的好賬。還有一筆賬常常被忘記，飛彈是一次性資產，攻擊方打出1000枚，庫存就少1000枚，而且彈道飛彈的產線同樣有極限，補充同樣要以年為單位計算。如果這1000枚砸完，防守方的指揮鏈還在，主力戰機還在，防空網還剩一口氣，那對攻擊方來說，最貴的一張牌已經打掉，戰爭卻才剛開始。這正是下組的數學，不是保證你打不到我，是保證你打完之後換你面對一個更難算的局。而防守方每多一分耐打，攻擊方要達成同樣效果，飛彈數量就得往上加，1000枚不夠就要1500枚，1500枚不夠就要2000枚，成本曲線一路陡上去，直到那顆發射鈕變得越來越難按下去。回到開場那道題，1000枚飛彈打過來，台灣攔得下幾枚？誠實的答案是，沒有人能給你確切數字，因為庫存是機密，戰場是混沌，任何講的斬釘截鐵的數字都是編出來的。但數學能告訴你3件確定的事：第一，全攔不可能；2打1的接戰準則，注定攔截彈永遠比來襲彈少，這是預算和物理共同劃下的天花板，全世界通用。任何告訴你能全攔的人都沒把分母算進去，任何告訴你1枚都攔不到的人連分子都懶得看。第二，也正因為如此，攔截彈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全攔而存在，它存在的意義是把最關鍵的那幾個點護住，讓第一波打擊變成很痛但不致命。第三，真正決定台灣耐不耐得住的是那些永遠不會出現在攔截率數字裡的東西：挖進山裡的指揮所，公路上的戰備跑道，夜裡不斷轉移陣地的發射車，幾個小時就把彈坑填平的工兵。攔截率是一張照片，韌性是一整部影片。照片再漂亮，決定結局的是影片放完的那一刻。所以下次再看到攔截率9成6、安拉或者防空根本沒用、白花錢這2種標題，你都可以微微一笑，因為真相在中間。飛彈防禦攔不下全部，也從來不需要攔下全部，它只需要保證一件事：第一擊打不死你，而只要第一擊注定打不死，後面就是漫長的消耗與变數。那1000枚飞彈的算盘，從按下發射鈕之前就已經不划算了。這就是攔截數學的最後一行。